你的 AI 还在傻乎乎的等着你给每一步提示吗？Claude Opus 5这次彻底颠覆了，它强制你的 AI 必须先思考再行动。别小看这一个改动，这直接把被动对话变成了主动执行。那它的硬实力到底有多强？ Anthropic 直接让 Opus 5去硬刚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题目，6道题全是高难度。结果呢，在没有任何外部工具辅助下，模型凭着内置的逻辑推理，以满分拿下了金牌水平的成绩。就这一步， Claude Opus 5是 Anthropic 最新的旗舰级 Agentic 编码模型，专门盯着那些最烧脑、最复杂的工程任务。它是从 Opus 4.8一路进化上来的，重点就是解决长周期、跨任务的鲁棒性问题。简单说，它就是为了解决那些写一半卡住或者逻辑跳跃的尴尬场景设计的。什么叫 Agentic 能力？说白了， AI 不再只是给你一段文字回复，它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数字劳工。它能自己调用工具，操作你的 UI 界面，甚至能修改代码并自我修正。它完成的不是一个回答，而是一整个工作流。Opus 5最核心的机制叫 Thinking， 也就是深度思维链。模型在输出答案前，会先在内部进行逻辑演算，这就像你写复杂程序前先打个草稿。为什么非要强制开启？因为这能大幅压低幻觉，让它在复杂逻辑链里少翻车。这套机制带来的提升非常直观。在 Frontier Bench 测试里， Opus 5得分 43.3%， 而前代 Opus 4.8 只有 18.7%， 性能提升了不止2倍。在 Opus 5 2.0 这种模拟操作电脑的任务中，完成率更是到了 70.57%， 而之前只有 55.7%。 很多开发者担心 AI 动不动就拒绝回答，这次也有改善。对比之前的 Fable 5， Opus 5的安全分类器拦截率直接砍掉了 85%。 这意味着在生产环境里，那种无缘无故被卡住的概率大幅下降，它变得更听话了。定价还是输入$5每100万 tokens， 输出$25每100万 tokens。 但账就这么简单， Thinking 机制是要消耗 tokens 的。你之前那种按字数预估的账单，现在得把深度思考的那部分算进去，不然成本可能比你预想的要高。那延迟会变高吗？ Anthropic 这次给了一个 effort 参数，让你根据任务复杂度动态调整深度，不用再写一堆请先分析再计划的冗长废话。你设成 X high 就能在复杂任务里拿到最佳效果，不需要的时候调低点，效率自己把控。对于 API 开发这里有几个必须留意的坑。 Thinking 机制现在是默认开启的，你想通过代码关闭它是不行的，如果设置冲突还会报400错误。另外，最低可缓存提示词从1024降到了512 tokens， 这对于小批量任务来说其实更灵活了。Anthropic 这次在安全架构上也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分叉，它把漏洞分析分成了检测和利用2部分。这就好比它能告诉你代码哪有漏洞，但不会帮你真的把门撬开，这既满足了专业开发者的代码安全需求，又规避了严重的违规风险。Opus 5的出现说明了一个趋势， AI Agent 正在从单一的问答机变成长周期的执行者。对你来说，以后的重点不再是钻研怎么写提示词来哄它，而是如何定义好目标。如果你是开发者，趁着现在开源框架集成度高，先拿一个小任务跑跑看，感受下它这种自我校验的逻辑流，这才是这一波最有用的杠杆。